高达战争打得你死我活的，却为啥很少看到有直接扔核弹的？在现实世界中，不管是普通武器发展如何，一旦讨论到世界大战级别的战争时，大家纷纷都会提起战略级武器核弹。没有核弹打什么仗？打到最后还得靠核弹等言论，在互联网上也算得上是家常便饭了。那么问题来了，在高达宇宙中，敌我双方经常杀得你死我活的，按理说啊，早该丢核弹，快进到废土模式了。为啥剧中却很少用呢？抛开传统核武器在宇宙中本身效果就不怎么好这一客观事实，还要具体看一下各个不同作品的世界观。咱们呀，还是拿看的人比较多的 UC、SEED、00三部作品来说吧。首先最简单的呀，就是00这部作品的世界观中，各大国虽然延续着冷战思维，但终归啊还都是小摩擦，到不了用核武器的程度。而天人组织又是来结束战争的，肯定也不能用核武器，不然就不止被各大媒体报道为恐怖分子那么简单了。各大国想打天人，也找不到他们老家在哪儿，所以啊，只能在战场上硬碰硬。阿洛斯与纯元和天人的战争也是跟打游击差不多。换句话说呀，高达00的战争都不是什么大规模世界大战，所以啊，不管它设定是如何描述核武器的，单就使用层面上来说，就没有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级别。然后呢，就是 SEED 这部作品啊，算得上是历代高达作品中核武器戏份最多的一部了。战争白热化的标志就是地球联合给 Plant 殖民卫星来了一发核弹，之后呢 Plant 便快马加鞭的研制出了中子干扰器，将以相当庞大的数量播撒到地球以及 Plant 周围。在这一前提下，别提核武器了，就是核电厂都没法用了。而转机是扎夫特自己研发的反中子干扰器，本意是想让己方的 MS 用上核能，结果啊被内鬼克顿卖给自然人，核武器再次粉墨登场。不过由于流星系统的变态拦截能力，导致其没能有什么发挥。另一边，克顿又怂恿狼爹直接把自己的大宝贝亮出来，让自然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战略级武器。对比创世纪那恐怖的威力和打击距离，核弹呀就显得有点小儿科了。到了第二季，自然人一上来就想拿核弹搞偷袭，结果啊又被中子惊跳器叫做人。后面大战中呢，镇魂曲和小号创世纪的出现，更是标志着战略核武器啊早该翻篇了。其实关于 SEED 中出现这些超级兵器，官方有着很多详细的设定，有些啊还挺有意思的。等有机会啊，我会给大家单开一期讲。最后呢，就来到战争持续年份最长且设定也最多的 UC 系了。其实 UC 纪元的核武器一直都在暗戳戳的刷存在感，有些是剧中就有提到的，有些是外传或官方设定集中打的补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高达系列毕竟是世界上唯一受到过核打击的日本所创造出来的 IP， 而 UC 又是日本老一辈反战人士高达之父富野由悠季的大儿子，凡是由他主导拍摄的作品，对核弹的描写啊都是相当克制的。只不过随着不断有其他编剧参与到 UC 系列作品的创作，也难免啊会出现一些变味的表达。这个可以参考富野在某次采访中提到的一件事儿，他大4时去广岛长崎参加了第9回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在那场大会上，有人主张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没有错，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使用核武器才有错。这使得富野对广岛和长崎居然出现了这种意识形态主义者而感到冲击，之后他就不再参与到这类活动中来了。而在制作动画时，他也斩钉截铁地表示，既不会让我的作品出现这种意识形态，也完全不想考虑创作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作品。以我的理解啊，大概就是富野认为，无论是交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该以杀戮为目的而使用核武器。因此在 UC 世界观中，在一年战争刚打响的时候，联邦与吉翁就签订了南极条约，特别提到了核武器的禁用问题。不过啊，这个也有说头，咱们稍后再说。在富野主持创作的作品中，使用核武器最有名的就是《逆袭夏亚》这部电影了。影片中，隆德贝尔小队为了阻止新吉翁残党把阿克西斯砸向地球，而动用了核武器攻击，并且啊，设定中明确表示，这时使用的核武器就是旧时代的产物，而非0083中那个 MK82 核弹。而且看得出，隆德贝尔这边核弹数量并不是很多，布莱德是多次用导弹掺杂着一颗核弹的方式来给真正的核弹攻击打掩护。吉翁这边呢，又有总帅和丘尼的浮游炮拦截，导致最终成功打击到阿克西斯的核弹啊寥寥无几，造成的战果也远达不到预期。我个人认为啊，至少在 UC 系列中，别跟我抬杠倒 A 算是 UC 后续啊，在描述这种双方大规模交战的场景时，富野是不想通过刻画核弹夸张的威力以达到所谓的廉价的反战效果，而是根本不想让大家对战争中的核武器寄予希望，仿佛核弹来了就能解决问题一样。有一种不宣扬暴力的强大就是最好的反暴力，大概是这么个感觉。另外放眼整个 UC 世界观，还有一些场景啊，也是在原设定中或日后打的补丁中有提及核弹问题。例如在吉翁发动
动的不列颠作战中，联邦为了阻止殖民卫星坠落地球，是动用了核弹的，可是依然没能阻止殖民卫星的坠落。在联邦与吉翁最著名的正面战场卢姆战役中，联邦这边是出于自信，懒得用核弹，免得有舆论压力；吉翁这边是准备好了要使用核弹，结果发现 MS 就够联邦喝一壶的了。在奥德萨会战时，马克贝打算给攻击来的联邦来一发核弹，结果还被阿姆罗给阻止了。1年战争末期，巴尼最爱的圣诞节那天，吉翁原计划也是想用核弹直接扬了赛德6，不过呢，也被联邦制止了。其实可以看到啊，1年战争期间，虽然南极条约是吉翁提议签署的，但最爱用核弹的就是他娘的吉翁，突出一个不讲武德。只不过联邦这边不轻易使用核弹，也是因为他们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拿下1年战争。尤其是随着 MS 技术的发展，以及大镜子这种超级武器的顺利研发，民众最敏感的核武器，那最好就是能不用就不用。而与1年战争调调完全相反的，就是0083了。这部作品评价可以说是相当两极分化的，而分化的根本原因就是 GP02 打出去那发核弹。不管金奇老贼创作的初衷是什么，但单从演出表现上来看，颇有一种吉翁一雪前耻的味道。其实吧，在创作影视作品时，体现敌我双方都有劣迹，以及更立体的展现敌对阵营中的角色，都是可以理解的。无论角色身在何方，都有自己的家人、队友，会有想报仇的举动啊，也是很正常。可是进行这部分描写时，也要注意原作的背景设定。吉翁这个在1年战争中，从行为到思想上，在设定中都几乎对标纳粹的存在，居然会有如此招魂的刻画，属实是有点过了。而且剧中对 GP02 的战术核弹 MK82 的刻画也是相当有问题，一发核弹下去，画面中全是战舰残骸，这可是宇宙里啊，核弹哪来的这种杀伤范围？在设定集中啊，也是明确表示，首先是当时联邦正在举行阅舰式，米氏粒子分布稀少，战舰之间距离也很近，在这2个前提下，这颗特制核弹爆炸后所释放的放射线打穿了稀薄的米氏粒子，使米氏粒子阻隔放射线的效果几乎失效，并穿透战舰的防辐射装甲，给舰内的官兵带来了严重的中子辐射，同时也对电子设备造成了破坏。也就是说啊，很多战舰其实从外表上看是毫发无损，但内部却已失去运作能力的。设定中并没有提及什么因战舰失控而导致的连锁爆炸。所谓的2/3联邦战舰失去作战能力，大多数呢其实也是内伤，而并非像剧中描述的那样一片狼藉。所以说0083这一段核爆的场面，无论是故事叙述角度还是作画的表现力，都是有着相当大的问题的。而正是这些问题迷惑了一些观众，会让他们觉得对嘛，丢核弹就对了嘛，早丢早完事儿了嘛，为啥不再整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批判这种剧情啊，就是披着反战的外衣的招魂作，看似是表现核弹的残酷，其实呢是一种反战败主义的宣扬。0083别提跟其他的 UC 作品比，它就是跟很多 UC 粉丝看不惯的 SID 比，SID 中对核弹乃至超级武器的描述啊，都要显得更加反战一些。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高达 SID 为啥后半段才有核能机？科技就这么落后吗？高达 SID 中的机体又是高出力光束步枪，又是等离子炮，又是海市蜃楼系统的，看起来极其高端。可定眼一看，基本啊全是电池机。到了战争后期啊，才用上了核能机。看看隔壁，连杂兵都早早用上了核能的 UC 系，这 SID 宇宙后边统称 CE 宇宙啊的科技是不是歪的有点厉害？是他们对核能的研究太落伍了吗？事实上正好相反，CE 宇宙中核能的研究都已经到了我反弹了你的反弹的地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其实 CE 宇宙的基础核能研究与现实世界并无太大区别，还是利用核裂变来产生能源，而且也早已广泛运用于各种军事以及民间设施了。时间来到 CE70年2月14号，联邦为了给敢于反抗自己的 Plant 一点 Color to CC， 动用了核武器攻击了 Plant 农业殖民卫星尤尼乌斯7号，造成了24万余民众的死亡，也就是 CE 宇宙中著名的血色情人节。为了向地球联合展开报复行动， Plant 军事组织扎夫特紧急开发出能够抑制核能的特殊装置中子干扰器，并于 CE70年2月22日的报复行动中首次小范围投入实战，证明了中子干扰器的实用性。从研发到测试再到实战，只用了8天，真的不得不感叹啊，不愧是调整者云集的 Plant 呀，这科研速度那真是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呀，也足见当爱因斯坦、特斯拉这样的天才能够得到量产，且少了鼠目寸光的资本家以后，科技发展速度啊得有多快。中子干扰器的大致运作原理，官方设定集里面描述的比较模糊，学过物理的朋友们都知道，核
核裂变是当铀235这样的大质量原子吸收了中子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分裂反应，而中子干扰器呢，则是能阻止中子的运动，让其不被铀235这样的原子吸收，进而阻止核裂变的形成。至于是怎么阻碍到中子的，那制作组就是请再牛的科学顾问估计也编不下去了，咱们就点到为止吧。中子干扰器在阻止中子的同时，还会引发广泛的电波障碍，包括雷达波、无线电通信等设备都不能使用了。战场上只能使用激光通信和有线通信，说白了呀，就是跟米氏粒子差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扎夫特研发的 MS 以更高的抗击打能力与泛用性，在视距内战斗中形成对联邦的碾压态势，赢得了复仇之战。随后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内，普兰特便完成了对中子干扰器的量产，以相当庞大的数量将其播撒在地球和殖民卫星周围，导致人类圈内所有的核能设施全部停摆，静默了联合的核武器的同时，还使民用核电站也无法运行，给地球圈的民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破坏。这么看来这玩意儿对地球居民的影响说不定比吉翁扔的卫星还狠。而普兰特这边由于是以太阳能为主的，因此并未受到太多牵连。这里呢其实有很多说头，首先是中子干扰器这玩意儿范围呢其实特别大，像地球这种星球基本上插几个就足够用了，而普兰特呢则是一股脑的把地球插成了筛子，这玩意儿还会直接遁地，钻的有多深呢？有些设定指出它是靠地热来实现半永久运作的，联合就是发现了，想把它破坏都很难，数量又那么多，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可是问题来了，如果是如此密集的散布，那按理说浓度应该是超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设定中说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应该都无法使用了，小鸟为啥还会有手机呢？难道说 CE 宇宙人民的手机其实就是手机形状的 MP4， 压根就不能打电话？这一点其实跟 UC 宇宙差别还是挺大的。UC 的米氏粒子只有在战场上才会高密度散布，而在非战区的地方，通信设备其实都是照常使用的。CE 宇宙这一波全端了，不但禁核还禁通信，对人类影响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剧中倒是没有啥体现就是了。不过就算有中子干扰器的存在，到了全面战争阶段，扎夫特发现自己还是有点小看联合了。就算当时扎夫特的 MS 对联合的 MA 能有1:5的战损比，但怎奈联合从驾驶员数量到 MA 储备量就是跟你换得起，更何况他们还憋出了高达这种高性能 MS， 还有小机灵鬼吉拉帮他们搞定 OS， 让自然人也能驾驶。等联合完成了 MS 的量产，这战争打下去迟早要被反推啊。于是呢，扎夫特又快马加鞭的完成了反中子干扰器的研究，可以使装置周围小范围空间内无视中子干扰器的影响，让核能继续运作，并依靠核能机的续航达成更强的收割效果。不过呢，反中子干扰器的制造成本很高，而且所需要的材料还都在地球联合手里边，扎夫特这边很难进行大规模量产，只能将其分配给最先进的机体自由、正义以及还未完工的神翼之中。然后先行研发完成的2台核能机就被拉克斯和阿斯兰纷纷带走了。反中子干扰器的资料呢，还被客队送给了自然人。你说这狼爹能不破防吗？换你也得气急败坏的给敌人直接来一发创世纪。哦，对了，创世纪其实也是核武器，也搭载了反中子干扰器，具体原理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总之仗打到这份上，基本上就变成了两边对扔核武器了。不过话说回来，客队把反中子干扰器技术给了联合以后，剧本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来了个人类全玩完，反而是双方握手言和了，然后这玩意儿呢就能被用于民间的核电站，让老百姓们也用得上核能了。这么看来客队还真是个大善人嘞。CE71年战争结束以后，双方签署了禁核条约。不过众所周知大多数时候战争期间的条约都跟厕纸差不多的。到了 CE73年，联合二话不说又想直接搞核攻击，只不过这次扎夫特也是有备而来，直接用中子精跳器阻止了联邦的进攻。中子精跳器的原理其实就是让照射范围内的中子加速运动，直接引发核裂变。不过缺点就是影响范围相对固定，且使用一次以后呢，相关组件就会严重受损，可以说是使用成本也是相当高了。以上就是 C 宇宙中核能技术战争了。可以看到C 宇宙不但不缺核能，而且从自由和正义在重置版中透露的出力来看，他们的核炉出力是远超 UC 宇宙一般核炉的。只不过呢，由于中子干扰器的存在，所以呢才没能在一般的机体上面普及的。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次再见。高达 C 的中只有落后的自然人会为解禁核弹而高兴，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当高达 C 的中的黄毛拿到反中子干扰器，并派出了大量核弹攻击机以后，有一种终于上升到使用核武器的地步了吗？看来战争要结束了的感觉。结果呢，就是这海量的核弹，除了成功偷袭了一次奔驰要塞，
其他的基本都直接打水漂了。然后狼爹就在客队的怂恿下，拿出了自己的大宝贝儿，给自然人小刀拉屁股开了开眼。其实这么说来啊 ，C 的正传中的核弹，除了一上来偷袭了尤尼乌斯7以及后来的奔驰要塞以外，好像还真没有其他战绩了。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补充一下啊。这就给人一种只要防御得当，这玩意儿就没有啥杀伤力的感觉，反倒是其他超级兵器那真是嘎嘎乱杀，防都防不住。可是呢，那些超级兵器又是什么原理，如何运作的呢？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接下来谈到内容呢，均来自官方设定集，而非口嗨或者脑补啊。先来说说大名鼎鼎的创世纪吧。其实创世纪早先不是战略武器，而是让人类远洋星海的工具。自打人类发现了那个长着翅膀的鲸鱼化石以后，对外太空的探索计划便提上了日程。其中呢，最主要执行方就是 Plant 这边。创世纪的前身就是为了给搭载了太阳帆的宇航器，如观星者里的观星者高达，提供送光服务而制造的。至于 C 的中人类的太空探索计划，咱们以后出视频细讲啊，这里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而这个送光的装置原本是通过反射镜将光层层聚拢，成为高能光束发射出去的原理来工作的。可是如果在反射镜的内部加入核爆作为额外的能量来源，就瞬间成为了战略级武器了。运作方式如下：首先将中子储匣中的核爆能转化为伽马射线激光，然后通过1次反射镜、2次反射镜将激光层层诱导，瞄准后发射，最终形成宇宙空间的核爆炸。此时所有的能量都将以放射线的形式存在，而这些关键的反射镜也不是单纯的光学反射镜，而是在反射时产生一种力场，将高能伽马射线定向反射的一种技术。为了能够利用核爆，创世纪也搭载了反中子干扰器。这些还只是创世纪攻击侧的配置。防守方面，它有海市蜃楼系统，可以在射击之前隐藏自己，让敌人猜不到自己下一步要攻击哪里。同时呢，创世纪全身也覆盖了非常厚实的 PS 装甲，并给予其足够的能量，使得阳电子炮这样的光束打上来都毫无效果。具体的 PS 装甲的原理呢，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而至于创世纪的杀伤力，官方的描述是通过高穿透力的伽马射线进行热破坏，被命中的目标会瞬间化为灰烬，光束边缘的生命体也会被高辐射溶解爆裂。如果以100%的出力打到地表上，会使大气层过热膨胀，从而产生大范围的超音速冲击波。过热的大气反射的紫外线还会造成2次伤害，最终结果就是会直接导致地上近半数的生物瞬间死亡，加上引起的气象变化以及生态系统的变化等等，会让地表上80%的生命都灭绝，可以说是恐怖如斯啊。至于第2季的小号创世纪，虽然排量小了点，还取消了海市蜃楼系统，但杀伤力也依然不容小觑。Plant 的另一个大杀器就是奥丁神枪，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超强的 EMP 武器，对人体无害，专杀电子设备。引爆原理是通过 N 个点火器的激光群爆缩，极具破坏的压电元件生成 EMP。由于巴拿马是以生产为主的后方基地， EMP 防护等级不够，导致基地在 EMP 攻击下直接停摆。丛林后方的质量加速器也在强力 EMP 的影响下，由导体铸成的投射轨道激发出强力磁场，相互吸引、扭曲、坍塌。同时呢，基地配备的短剑也由于 EMP 防备不足，直接宕机。这次奥丁神枪作战的成功，也与联合在 EMP 防护问题上的松懈脱不了干系。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而在 C 的第1季中，自然人除了用过核弹，还用过一种超级武器，名字很霸气，叫独眼巨人系统。但说白了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大号微波炉。早年也不是用于军事，而是用于融化含有金属的冰川而发明的。由于体积巨大，不方便移动，因此只能当做自爆武器，用起来那是相当昭和的。当独眼巨人系统启动以后，收到指令的循环加速器会通过震动产生微波，使范围内的生物体液沸腾并爆炸，无机物也会受到热辐射而崩溃，整个基地周边半径10千米化为焦土。总的来说， C 的第1季中，除了核弹以外的超兵器，扎夫特是更倾向于进攻，而自然人这边呢，则是更倾向于防守。第2季则稍微有些改变，扎夫特这边的中子精跳器则是主要用于防守，它是通过引发范围内的中子加速运动，从而促使核武器提前引爆，来达到防御的效果。其实想一想啊，假如联合那边的武器都是用核能，这个东西拿来进攻也是相当不错的。联合这边的尼伯龙根则是由独眼巨人的被动防守变成了主动防守，它的原理同样是镜面反射光束为主，只不过呢，它并不是通过镜面将光束聚拢，反而是将光束大范围折射，形成对空的大面积饱和式打击。这个武器可以说是相当针对扎夫特了，因为扎夫特的对地作战方式经常是以空降为主，而一旦掐断了空降兵的来路，地面的部队就可以被扎夫特的 Ace 割草了。